那我们昨天也是家里爬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你要跟我？你看，好惨哦。还好啊。这就是那个 Fox 下来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那个，然后这么尖吗？这种？我下来的时候就听到叽一声。这还好，晚上我看一下，这修养。就是我不是纸板写，那个比较窄的那个，然后我就这样子。这还好，这就是因为还没看到木，你马上就修养就好。来，你就把板子放。好，慢慢吃。哎，香蕉也是你的？不是，我们的保鲜。下面直接来上课。我以为先慢慢吃啊，我们就上去滑一趟起来不行就好了啊？为什么？你先吃就好了。没有，你感受一下这个。对。你感受一下这个。来，50-50，重量，做。好，有4个运动方式，其中也是重心的前后。那我们现在是50-50，所以在中间嘛。另外一个是旋转，你看50-50的旋转，保持50-50。好，对，所以旋转在中间嘛。好，你看，如果70-30，前脚70，好，你旋转，重心在前脚上面，旋转的力道，好，来，反过来，前脚30，后脚70。好，那影片就是这样。对，你旋转。你发现你觉得力道在哪里跟哪个强，或者哪一脚在什么时候比较强，哪一脚是什么时候比较弱？当然是在重心在前脚的比较强，前脚比较强。为什么？重心在那边，没错，有力啊。对，因为力量重量在那边。好，那带来什么影响？就我现在掉了。这个跟这个跟这个。你觉得旋转力道的影响是什么？你们都已经体验过。好像比较快吧，在前面。因为你转板头，对，你转靠近板头，板头会先碰到要紧板头。方向应对。看会什么时候？有些地形、有些环境、有些情况，你是可以要一个地区采购的。例如什么？咖啡。好，咖啡。双血的时候。昨天那个算是嘛，因为我都觉得我中。对，你说小树林啊，小树林是你可以选，有不能选的时候，松雪跟咖啡。好，那松雪跟咖啡之后，不要后悔。但是松雪跟咖啡之后，松雪你必须选后，不然它会下陷进去。像你们等一下今天就会，对吧？你今天那个，对啊。今天应该情况还不错。今天我车上写一下。所以今天会是什么？哎，我觉得今天比较难。我觉得差不多，对吧？刚才给我看你们松，我们刚才是我才去缠久啊，对。我们被迫在后脚的时候，前面的会比较直，做 steering 会比较没力，但相对我们滑的弯 half turn 跟松雪的 turn， 你很少会滑，你都是对吧？就是会比较卡，所以 steering 变弱相对没关系，因为你方向盘不需要这么紧凑，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你往后只靠倾角跟稍稍的 steering 是可以的。逻辑。那我直接跟你解释往前、中间、往后的优缺点。那为什么？那你们猜反过来想，陡的时候往前踩还是往后踩？啊，为什么？因为往前的时候，我们比较可以跟波垂直。可以，或者反过来，你们讲的没有错，但其实最根本是，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再做一次，你往前的旋转，往中间的旋转，往
往后的旋转，哪个有力？就是哪个前面？我们刚才对，它有力，它旋转有力，你板子旋转的反应就比较快，所以抖的时候，它早点转又很累，你早点可以刹车。就是我昨天在讲那主观的延迟，抖的时候不能往前，原因是你板子会比较早会旋转，它旋转过来你才能刹车，最根本是这样。但我们人的本能，一抖然后抖，一抖前面就会变慢。对，那我以为今天觉得我的那个装扮有什么不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怎么动？完了，看不出来。没有背包吗？终于看出来。看完之后怎么可能没看出来？没有看到我戴假睫毛之类的。有啊。对，好啊，我只大概跟你们解释一下前中后对滑行的 steering 的影响。对啊，那都没有对，你要踩后脚滑陡坡也可以，只是你要可以承受那个高速的压力，是可以的。对，只是你要选。走啊。好。今天去跑我本来规划的路线，然后看天气啊，有些地方我怕看不到。对，可是感觉我没有很雾，所以应该还好。我吃饱有点想睡。没关系，应该好，出发。然后凯迪刚好说，像中午最后回来这里。对呀，就回来喝咖啡。回来喝咖啡。但是就是我们怎么了？只没有，有点还是为了排队。对啊，那边有咖啡。那边有咖啡、热巧克力，还有各种饮料。这面啊，这我们嗨。马松学，所以我刚才讲一下，因为有上次大家马松学，我们在讲那个站姿的位置。也是50的中间那个松学的时候，64738291，但是你们一起听，就是这不是一个我重心就要都在后面，不是，这是一个656473，你是可以调整。你现在用多少？你自己选。对，你今天是在60的。那你去哪？它是可以调整，里面也都一样，不用说我就一直这样，你就快了这样，然后当然你是随时可以，我现在用到多少程度？这个我跟你打了大概4次，应该有23次。好 ，OK， 我就先示范，往后一点，随时是调整。对啊。有种爬山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个贴纸，好热，今天买进去，没有人可以污染我的裙子。准备好了吗？要准备缆车上的小考试了吗？小考试。snowboard 或者滑 ski 随便选上运动。好脏哦。然后有4个运动的方式，就拿4个。刚刚应该还有你的3个吗？再一次。就是那个反头反尾 ，OK。然后还有那个头在，然后 OK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有，你刚刚有做啊，刚刚有做。对 ，vertical， 还有最后一个。这个给个提示，有4个，刚刚早上讲的那个旋转。哦，旋转对。所以我有4个运动嘛，假如这是板子，板头把它 front and left 嘛 ，longer to left， 然后 toe side heel side 或 heel side 随便 lateral， 对吧？然后高低就是这重心变化，高跟就是 vertical， 然后最后 rotational， 永远我们都是4个混合的在用，你抑制它不用也是一种在用，对吧？例如你如果要做 carve turn 的时候，刚开始在 carve 的时候，你是用 lateral， 我会鼓励你先只用 lateral， 不要用 rotation， 对，所以可是一般人会觉得说，那我只用一个运动，可其实不是，你是要很刻意的去抑制你的 rotation， 因为人本身的关节它都是由 rotation 组成的，对吧？对，反正今天还都在讲说，更清楚的知道我现在要靠什么东西来转弯，然后你要把它独立出来去加强，会增加你的转弯的稳定。练习以后任何的招式、滑行、直线、转弯、trick， 都是这4个在练，都是某一个在要加强，那个要加强，所以每一次拉出来，你只要改善一个东西就好。例如，昨天我们在讲说把弯转球，那一开始我会叫你专注在把重心往前推就好。入弯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练习那个，你入弯的重心是50、60、73还是37，会决定你的。那你看你会，我才在你这加一个，好把 rotation 加强一点 ，steering 加强一点。
但我不会叫你先加 rotation， 因为第一个节奏，第一个关键是你的 longer two 的你的重心有变化，对吧？所以我会说 edge pressure steer， 你要先换 edge。那换 edge 这个概念不是说，就像 carving 的时候，我不是从 heel edge 踩到了 toe edge， 我就要换 edge。就像 carving， 我跟你讲，你要在 four line 经过 four line 的时候，在 four line 之前你要开始换人。那经过 four line 的时候，你应该是换到中间要进下人，这整个动作叫做换人。skeleton 往前踩，其实也是，它并不是说我在 heel edge 踩到 toe edge 叫做换人，但是 skeleton 比较不一样的是，你要过中间在 toe edge 之后，你再开始有旋转的压力，才不会一下压力都在后半段。昨天我教你讲太清楚，跟你讲，你说先换 edge， 再 steer，edge pressure steer， 先换 edge， 先换，跟你还没换 edge 就自己旋转会差非常多，因为压力的处理会差前面的30%甚至40%，所以顺序还有你们很清楚，我们现在在加强4个动向，哪一个？少数时候会加强2个，但永远它是4个混在一起。OK， 所以你在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像你滑 box 的时候，其实也是，我是不是 counter 也算 rotation？都要小心啊。